你好，这是静姐说话。今天我们来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来说蝴蝶兰怎么才能多出几个花芽，多开几枝花。而且这还有个前提条件，要在普通的家养环境下。言外之意，大致上我们在家里都能用这些方法。正好这会儿我这儿的蝴蝶兰有很多都在开着花，所以画面里呢会拍到一些多花梗的例子，比方说这颗白色的就是3枝花，所以我们是边看边讲，正好有实际的例子，这样也比较有说服力。要想养出双梗甚至多梗蝴蝶兰，首先要满足的第一个条件是，在购买蝴蝶兰的时候要选购容易出多梗的品种。这个很好理解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嘛，喜欢出多梗的很容易就能养出多梗。比如这颗红色的也是3个花梗，因为它也是一颗爱出多梗的品种。那真有不喜欢出多梗的品种吗？如果多付出一些努力，难道不能让它出双梗吗？我努力过，但感觉真的还挺难的。比方说这颗，我努力的结果就是它只出1个花芽，1个主花枝，但是它可以出很多的侧花枝。它用这些杂乱无章的侧花枝来回报我的努力。还有这颗也是总是出1个花芽，但这个主花梗上呢，它也是可以出很多的侧花枝。像这2颗，它们是宁肯出巨多的侧花枝，也不肯多出1个花芽。所以如果碰到这么一根筋的，要想出多个花芽就很难。也所以购买到容易出多花梗的是最关键的第一步。至于说怎么选择多梗品种，一个方法是买的时候，比方说它就有2枝花，那它肯定是容易出双花梗或者多花梗的。另外一个方法，它就是知道名字，知道确切这个品种的特性。不过呢，即便是容易出多花梗的品种，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都是多花梗。而且蝴蝶兰还有一个特性，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花会少一些，而通常在外面售卖的花相对来说都比较年轻。也所以呢，如果购买的时候是1枝花，也不代表日后不会出多花梗。看这3颗是同一个品种，之所以有3颗，是因为有自己育的苗。这3颗当中有1颗就比较大的这个是双花梗，小的这2个都是单花梗。这个就是一个容易出双梗的品种，但是当它比较小或者说没养好的时候，它也有可能只出1枝花。所以呢，除了特别关键的先天的双梗多梗因素以外，后天的养护也是非常的重要。后天的养护无非就是给它一个合适的环境和充足的水肥。如果已经到了希望出多花芽的阶段，那基本的养护我猜您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所以这个养护我就不从头说起，不说那些特别基本的了，只说怎么做帮助它出多花芽。先说环境因素，在环境因素当中，光特别的重要，给到它充足的光，只要不晒伤，尽量明亮。如果户外有合适的环境，拿到户外的光线还是要比室内好很多。如果室内觉得有点暗的话，不妨买个植物灯，稍微补补光。再来说温度，蝴蝶兰对温度非常敏感，在它出花芽的那个时间段内，温度如果可以控制在19度以下，17度以上，也就是温度不超过20度，是比较容易出多个花芽。但是我们在家养环境下，很多时候这个温度并不是那么可控，基本上就是靠前吃饭。所以呢，温度我们也可以不用去管它，反正也管不了。但如果有条件能控制温度呢，那就记着这个事儿，可以按照这个温度来试试。又或者说可以观察记录一下自己的蝴蝶兰在出花芽的时候环境温度，
看看环境温度和花芽的数量之间有没有某种联系。北半球这会儿正是秋季，也正是胡蝶兰出花芽的季节，不妨观察观察看看。不过呢，如果环境温度不能人工调控，指着自然温度的话，这个波动很大，有时候可能这个影响也不是很明显。但我大致回顾了一下，好像也有这么点规律。因为我的蝴蝶兰比较多，所以一年四季都有出花芽开花的。好像在温度偏高的时候出的花芽，比方说夏季，好像都是一个哎。而在深秋、晚冬、早春，好像双花芽、多花芽多一些。因为我家的温度也属于靠天吃饭。今年我这儿的春季相对来说温度不算太高，所以看这个出的花芽还是双花芽，这个是春季前不久刚出的。这俩花芽一出来就躺在盆上，有点下垂的趋势，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把它暂时往上抬一抬。因为这会儿感觉暂时不太方便夹那个夹子，所以就把这俩花芽用夹子这么撑一撑，等到再长长一点就可以夹起来了。环境温度对花芽多少的影响，我是最近才了解到，这还是第一次在视频里提到是指在静姐说花这个频道里。在静姐蝴蝶兰那个频道里，我好像已经说过一次了。环境因素当中的湿度和通风透气，这个正常就行，暂时还没有发现与多花芽有多大的关联。说完环境，再说养护，也就是水肥。水就正常给，在出花芽阶段稍微控水，能够帮助它出花芽，但能不能帮助它出多花芽，这个就暂时还没有观察到有这个现象，也就是暂时还没有观察到水对多花芽的影响。肥，在出花芽期间，我们通常建议停肥或者是改用高磷肥。如果希望出多花芽，建议不停肥，而是改用含磷比较高的高磷肥。如果能够再做叶面喷肥就更好了，因为出花芽毕竟是一个耗费能量的力气活，所以呢肥要充足一些，尤其是含磷比较高的开花肥。据说磷肥是能够促进开花的。如果能够买到磷酸二氢钾，那在出花芽期间不妨给叶面稍微喷一点。如果没有磷酸二氢钾，就直接用我们平时浇根的那个液体肥配的稀一点，用这个来喷喷叶面也有帮助。好，关于出多花芽，今儿就先说这么多吧，咱们下期再见。